你要干嘛？我们差点就没命了。不，我们不会死。起点震惊地看向安迪，他当即领悟了安迪的意思。正常人怎么可能会放着自己的性命不管，真的一头撞上去？在冰雪聪明的安迪面前，他猝不及防，完全暴露了连他自己都不清楚的下意识。安迪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前2天魏国强来过，他送了我幅画，想拉近我和我外公之间的关系。我也问了他一句话：假如他当时知道有我，他会怎么办？你猜他怎么说？他说他会拉着我妈去打胎，更或者会忍不住亲手掐死我，因为他没有办法一辈子活在提心吊胆的恐惧中，更没有办法眼睁睁地看着我就这么发疯。安迪，我不是魏国强，你不要拿他来衡量我，你不要因为魏国强。对，你不是他，我也不会让你变成他。你不是想赌那54%吗？薇薇，如果我们在一起，你会时时刻刻的在煎熬当中，任何一件小事都会让你想起那另外的46%，直到把我们都逼疯。这就是我们的生活，没有希望，没有侥幸，只剩下疯狂和绝望。你说服不了你自己，也更说服不了我。给我的剧透，沉默总好过分手吧。不休，想要挽留却说不出口。你值得比我更好的人，不要就这样被我拖累。别让自己为难，也别让我内疚。分手的话说不出口，怕听到你说我们还能做朋友。当孤单成为我的朋友，又何必牵绊你的自由？你眼中泄露给我的剧透，沉默总好过喋喋不休。想要挽留却说不出口，不舍得痛说不出口，怕没出声音忍不住泪流。想问以后却说不出口，分手的话说不出口，只剩回忆让我念旧。想要挽留却说不出口，不舍得痛说不出口，怕没出声音忍不住泪流。想问以后却说不出口，分手的话说不出口，最怕听到你说我们还依然是朋友。可是你们家快递公司不能这样吧？一而再再而三的，每次你跟我约定的时间都到了吗？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如果你们还这样的话，那对不起，我只能换快递公司了。先这样，反正等你啊。
琴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感冒好点了吗？我不都说了吗？咖啡到时候我给你送过去。天太冷了，让你再跑一趟，我不好意思。你的感冒药跟腊肉饭可真灵。今天早上起来，我就发现我鼻子通了，头也不疼了。昨晚偷忘了好好谢谢你。这有什么可谢的？你太客气了。你感冒好了，我替你高兴。哎，你等一下，我呀，帮你把网上的状态改一下，直接呢帮你网上订购打包，你一会儿就可以拿走了。哎，对了，你们搜狗工程师把咖啡当水喝啊？这么快就喝完了？最近工作忙，喝得多。昨晚我都上楼之后才想起来，应该送你们回家的。天都那么晚了，还那么冷，想想我真挺不好意思的。我是做 IT 的，今后你的手机啊、电脑什么的，要是出了问题，尽管给我打电话。哦，好，那个你的咖啡我已经给你打包好了，网上的状态已经改好了，那就不耽误你时间了，拜拜。再见。秋英，你是傻吗？我现在真想。这个给你。那我走了，再见。红星在多媒体平台化上技术先进，盛轩则保留了原有的生产线，两相配合，预期能将 PC 业务的市场占有率提升30%以上。啊，3个多亿，这比红星全年的利润都还高。你确认你没有搞错？好像是错了，应该是3000多万。可能我打字的时候多打一个0，我马上就改。刘思明，你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跟你们说了多少次，这是收购至关重要期，你们仔细检查，不能出半点纰漏。可你呢？这么关键的数据都能出错误，你到底知不知道？如果公司以这个方案收购红星，光这一块，公司就得损失好几个亿。你以为你不说话就行了？不说话，所有人就能体谅你、帮助你、照顾你，帮你收拾残局、擦屁股。公司这么多人，就你出的文案问题最多，每次都得修改好几遍。你到底是能力有问题呢，还是态度有问题？相关数据调整，市场占有率数据不详细，重新考虑。产能预算不足，后面的结论通通都得推倒重来。公司请你们来，不是来捅娄子出错误。今天晚上你加班也好，通宵也好，明天早上8点钟之前，我必须看到一个修正版。到宜信财富了吗？到了，正要进去。加油，一定能成功。你在外企做了那么久的 HR，
为什么现在要改做理财顾问啊？我的工作一直都是按部就班，我现在感觉没有什么上升的空间。我想改变这种一成不变的状态，所以想试试更具挑战的工作。你的各项能力我们都很认可，但宜信更看重的是员工有没有强烈的上进心和对优质生活的追求。你自己的生活状态好的话，那么客户会相信你制定的理财方案的。冠冕堂皇的话我就不说了。我想在职场上有更好的发展空间，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在上海站稳脚跟，我想给家人更好的生活。如果这就是你们所讲的上进，我应该很适合这份工作。咱们公司呢，目前有5万多个同事，为全球20万以上的大众富裕客户呢，管理资产呢近1000亿，做全方位的理财规划，和最科学的资产配置服务。那么当然，一个优秀的理财顾问呢，也是公司不可缺少的人才。没错，理财顾问呢，要先了解客户的财富管理的需求着手，评估他们的风险偏好，这个财务情况、家庭结构等等等等，最后呢，咱们才会合理的把各个产品分配给他们。也就是说，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。哎呦，对，其实呢，就是可以说我们要帮助客户规避风险，实现他们的最大化收益。这在我们行业的术语叫1+3带多资产的配置理念。你不是见客户吗？怎么过来了？哦，你是担心我的能力，对不对？不担心，公司肯定都是抢着要你，我就害怕你想的太多了。客户今天放我鸽子，我就直接过来接你了。说实在的，这份工作对我来讲真的很具吸引力。不过，我都这么大年龄了，在一个新的领域里重新开始，跟这些年轻人一起竞争，我怕自己会力不从心。想去就去，别想那么多，家里是有我的啊。走吧，送你回去。谢谢。雪花飘飘，北风萧萧。潇潇姐在这儿呢。去完了。藏什么呀你？什么东西啊？看看。巧克力，费列罗的，特别好吃。要不然你尝一块吧。有情况啊。没情况，没情况。这是我的一个老乡，加上一客户，一个男孩送我的。因为他之前他生病了，我就给他送了一份我做的腊肉饭，他这是作为回礼。人家没那个意思，你别瞎想。还说没情况，越描越黑。你们的留言我看到了啊，但我还是不知道赵医生这一笑有何深意。我刚才说的话你听进去了吗？你别瞎想，你不许乱说啊，人家没那个意思。哎，安迪呢？这大晚上的去哪儿去了？安迪失恋，昨天晚上一个人喝闷酒。由此看来，女生无论多么强大，失完恋都一个样。在我们家等我的视频，拿出来给我看看。我会说喜欢你，越看越帅。完了完了，还说不喜欢我呢？你看看他那个姿势，他那个眼神，比窦娥还要哀怨，分明就是爱我爱惨嘛。啊？ ”
安迪啊，我可不可以把它下载下来，翻到我的邮箱里呢？随便。安迪，你今天早上不是给我写了一个什么1、2、3、4 ABCD 吗？我今天白天上班的时候还在想，我在想赵医生这个笑肯定背后有阴谋，不会这么简单。但是你看看这个，有图有真相啊！他是个多骄傲的人，就在你们眼皮子底下这么等我，这得是多爱我才能做得出来呀！搞定。所以啊，安迪，据我分析，赵医生这个笑啊，肯定是硬举出来的，肯定的。他是想给我留下一个潇洒而走的好印象。怎么了？哦，老实头吧，说白了就是笨蛋嘛。这种人给他开了就得啦。我回去当老板，我才知道，我在老实头那受的气啊，比在滑头那受的都多。可是你还不能骂他，因为大家都知道老实头是好人，谁要跟他作对呢，谁就是恶魔。我只是不明白他为什么永远在犯同一个错误。我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安迪，我觉得你状态不对呀，怎么了？我跟魏雄正式分手了。我现在心情不好，想一个人静一静。你能不能先回去？哦，那先走了。徐总，你过来。吃蛋糕了！买早餐的时候看到有人把它推出来，我就赶紧把它买下来，给大伙尝尝鲜。谢谢老板。这下幸福了。喂，估摸这点儿你也该上班了，方便聊两句？看不起人，我早就来公司了。怎么样？我给你联络了一个大人物，人家很爽快，约好今天晚上吃饭，建议你穿正装。放心，肯定穿正装，就怕穿不出老气呢。谢啦，不愧是包总，太给力了。先别急着谢我，有件事我还是挺担心的。你最好还是带上一名技术人员，虽然今天晚上吃饭只是见面熟悉一下，但是如果你是不是得考虑一下我这介绍人的面子？包总，你又看不起人了。这个公司是我一手开启的，至今为止已经做了好几个大项目，盈亏早已打平有余。我要是表现不佳，你尽管照顾你的面子，当着大伙的面把我拎出包间扔掉。快到了告诉我，我派人去接你。包总，你已经提前进入姐夫的角色喽。拍马屁的本事留着晚上用。拜。安迪早，安迪早。哎，走吧，安迪早。安迪，昨天夜里凌晨3点，刘思明突然深度昏迷，警察判断为过劳导致。看着刘思明发过来的邮件，上面还有圈红和批注，安迪有些不安，有些难过。虽然他自问并没有做错什么，但他还是有些自责和内疚。他在想，
如果自己昨天态度没那么激烈，言语没那么直接，处理得委婉一些，结果会不会不同？安迪第一次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太过强悍，他有些困惑了。这就是刘思敏工作的地方，他在我们公司主要负责 PC 市场规划，隶属于市场部。唐经理，请问你怎么评价刘思敏这个人？还有，作为公司的一员，你对他过劳昏迷有什么看法？很抱歉，这个问题我们公司会发布一个公告，在这里我不方便做任何的评价。谭总好。谭总好。谭总好。安迪，你恐怕要有个心理准备。最近一段时间，你会比较麻烦。刘思明这件事情闹得的确有点大，是因为不知道是谁把这个消息通给了记者，记者就顺藤摸瓜去了刘家采访。到了他们家的时候，正好在客厅里看到了保存完好的工作现场，而电脑的页面上正好是你训斥他的邮件，所以毫无疑问，你成了罪魁祸首。而偏偏刘家的情况又不太好，已婚，太太居家，孩子年龄又不大，农村来的父母又跟他们一家挤在一个小房子里。总而言之，就是上有老下有小，再加上20多年的房贷，活生生一套人到中年百事哀的版本。我集团的办公室已经被记者包围了，消息也已经见报，所以你真的要随时做好被人指指点点的准备。我知道。所以我建议你最近这段时间最好什么都不说，只要你不回应，他们的新闻就无法做下去。只要没有人身威胁就好，其他的该来的来，没什么可隐藏的。你先听我把话说完。你不管遇到任何事情，一贯喜欢坚持事实，这个我知道。可是你也要明白，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讲道理的。潘总。所以呢，这些事情全部交给我，你就安安心心修改你的方案，不要被任何人所影响，好吗？小关，你考虑好了没有？我们上班的时候就要群发邮件了。这么做会不会对同事打击太大呀？万一根本就没状况呢？没状况？怎么可能啊？都拍到他们去酒店的照片了，好吗？我们这是忍无可忍。你们想过群发的后果没有啊？万一公司投鼠忌器，为了保全高层，索性将我们这些最无足轻重的知情人给……我这绝不是威胁。小关，你不要为了不肯联署而耸人听闻。这不是耸人听闻，我爸妈都在大企业待过，牺牲谁保全谁，这上面都是有考量的。相比之下，咱们是最无足轻重的人，与其费尽心思把别人拖下水，不如踏踏实实的，大家各凭本事说话。那我们就这样偃旗息鼓，忍气吞声了吗？我是想明白了，群发也是被牺牲掉，不群发也是被潜规则掉。我宁愿轰轰烈烈。你不参与就不参与，我们自己干。喂，我看到新闻了，你没事吧？发生这件事情，我也很难过，也很内疚。可是现在事情已经发展成这样，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没办法，人们都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。我看到有人把你照片抛网上去了，我建议你这几天啊，不要在公众场合独自行走，不要看报纸，不要看新闻，不要上网，那些言论挺闹心的。不看报纸，不上网可以，
但是不去公众场合是不可能的。能发生什么事情呢？难说。这样，我让王百川把这几天晚上的应酬推了，给你做保镖去，好吗？不用了，老谭已经安排了。哦，那好，你自己保护好自己，有什么事打电话，我们随叫随到。安迪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接你啊。我先走了。他是谁啊？老谭派来的。你自己开车行吗？上车吧。哦。安迪姐，要不然给魏总打个电话吧。不打，不给机会。说曹，那就找魏总电话。小曲的赵医生。Hello。网络上的新闻我已经看到了，好吗？没敢上网看，你看了也别告诉我。拥有丰富经验的黑心医生建议你啊，龟缩几天，做几天孙子，这事很快就过去了。你应该指责我丧尽天良。作为一个见多了生老病死，甚至横死的冷静人，只要反证一下就知道，网络传言不可信，对吧？你说你那儿又不是集中营，去你那儿工作的人又不是无知小儿，干不好大不了辞职呗。再说了，你也没有迫害到家的能力啊。放松点儿，如果实在不行的话，我给你叫几个心理医生。啊，当然，我也看过几本心理学的书，你也可以随时来咨询我。谢谢，不用了，不用担心，我没事。你是一个冷静的人，也是一个理智的人，这种事儿啊，只能靠你自己去催眠你自己。与你无关，与你无关。哦，对，某人挺担心你的。让他也别担心了。他是聪明人，他应该知道我说分手是认真的。我不会再见他，也不会再接他电话。就这样。魏兄的说客，有些话本不该我说的，可是你说，你们两个好好的，为什么非要分手，还这么斩钉截铁呢？就是啊，安迪姐，我觉得魏总对你挺好的，他是真的爱你，你们两个之间肯定有什么误会，要不然你回个电话。是呀，安迪姐，你就给他打个电话吧。你这两天经常发呆，还时不时的看手机，我觉得你挺喜欢魏总的。那既然这样，干嘛非得分手呀？你喜欢他，他喜欢你，又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，怎么就这样互相折磨呢？你说我跟王百川都闹成那样了，不是该在一起还在一起吗？你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他，知道吗？你要是抹不开面儿，我帮你给他打电话。别打，不是误会，不是误会是什么？不是误会，难道是魏总对不起你？枉我看错魏总了，原来魏总跟那个白渣男一样，都是垃圾货色。说什么？不是他的问题，是我的问题，真的是我的问题。我之所以选择跟他分手，是因为有很大的可能我有精神病。
怎么可能啊？你脑子那么好，我们3个加在一起都比不过。其实我这次回国是来找我弟弟的，人找到了，但是他有很严重的精神问题。后来因为别的原因，我才知道我妈妈、我外婆都有很严重的精神病，而且常常犯病。所以作为直系亲属，我也有很大的可能会有精神病。所以我只能跟魏兄分手，我不能害他。你们不用劝我，不用安慰我，我没事。这几天经历这么多事情，谢谢你们陪着我。我有点累了，我想睡一会儿。你们都先回去吧。你睡，我陪你。你放心，我不会靠近你的。我也是，安迪姐，我也陪着你。那这事儿是拜托你了。行，小曲有我电话，招标的时候直接跟我联系。谢谢张哥了，您早点休息，下次来上海的时候招呼一声，我亲自来接你。好。怎么样啊？没给你丢人吧？安迪出事儿了。真没想到，安迪姐的身世这么惨。我不相信，安迪姐她那么聪明，自制力那么强，她肯定不会有事儿的。这跟信不信没什么关系。不是严重到一定程度，安迪不会跟魏兄分手的。他就像背着个定时炸弹一样，随时都有可能爆发。很难想象，这几天安迪是承受多大的压力。怎么办呀？我心里好难受呀。我也是，我好委屈啊。我替安迪委屈，我也替魏总委屈。你说他们俩要是分手了，那安迪姐不是要孤独终老了？安迪肯定就是这样考虑的。生活就是这样，你不管有多难，都得咬着牙往前走。我也是经历了我爸这次的事儿，我才明白，面对命运，人的力量真他妈渺小。樊姐，我以前特别羡慕安迪，我觉得他要财有财，要钱有钱，还有那么多人喜欢。可是现在我才发现，平平安安才是最重要的，其他的都没有那么重要。我不相信安迪姐会发疯，不管怎么样，我都不相信。我也是，我不信。希望吧。
这是安迪的隐私，他没开口之前，我们不能告诉任何人。不说。这不是我们昨天讨论的那个老实头吗？安迪什么都没有做啊，自己昏迷这种事儿也能赖他头上？你也看见了，现在网上全都是关于他的新闻。胡说八道！我就不信了，我现在就给安迪打电话。你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Sorry。这才几点啊，就睡了？哎呦，这种时候关机真的是要命。你这样，让你的朋友去他们家看看，他这人太认真了，别想不开。谁在这个时候打电话？不接不接。接接吧，万一是谁找你有急事儿呢？曲筱绡。喂，曲筱绡，通了。邱莹莹，安迪怎么样了？哎呀，安迪他现在心情特别不好，然后他现在睡着了，我们仨陪在他身边呢。有多不好啊？有没有哭啊？没有，他没哭，他就是心情不好，闷闷不乐的。对了，刚才那赵医生给他打了个电话，说了几句，其他的就没什么了。让他睡吧，这时候能睡着挺好的。行，那我知道了，不吵你们了，晚安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我现在才发现，你还真是他的好朋友。拜托，你以为我真的出卖安迪呀？你以后见到他的时候，不妨问一问，他周围这么多人，唯一支持你的人是谁呀？实话告诉你吧，你跟魏兄啊，我一眼就能看出来，你更适合安迪。安迪为人理性，瞻前顾后。魏兄呢，经常揣摩人心思，反倒束手束脚。倒是你能真实活你自己，就这一点，你已经比魏兄高明不少。你这么夸我的话，我会骄傲。交给你个任务，照顾好安迪，我有重赏。放心吧，安迪这么强，不会有事儿的。不过说好了，以后有生意啊，一定要照顾我。大家好才是真的好。好。清晨的阳光透过洁白的窗帘洒进安迪的房间，柔和而静谧。他的睡容如婴儿般纯真，安迪好久都没有睡过这样的好觉了。也许是多年讳莫如深的秘密终于吐露后的轻松，也许是这些不久前还素不相识，但现在已经像是认识了一辈子的姐妹的陪伴倾听。这一刻，安迪的心就像涨潮的沙滩，渐渐地被一些东西所淹没，而他愿意沉溺，甚至贪恋，觉得温暖而安全。看到短信务必给我回话。